對，我們剛才講的現在就是，其實接下來最大的就是當川普把這個伊朗擺平之後呢，最重要是什麼？我今天的川習會，川習會之前呢，那國民黨就搞了一個政習會，等於說我們昨天也講了，他就要拿鄭麗文的嘴巴去填這個去塞川普，就說，哎，你看中国國民黨台灣最大黨都這樣做，可是這樣子看起來變得很尷尬，是因為現在鄭麗文去。結果旁邊小貓2、3隻，而且你現在要跟台商吃飯，就你會發現你在台灣是什麼樣的台商，你在那邊是什麼樣的台商，一比下高下立判。對，你知道嗎？現在今天最大的新聞是什麼？重慶的遠東集團的這個百貨公司關燈了，熄燈了。為什麼？他也開沒幾個月，然後就熄燈了，做不下去了嘛。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因為它的環境真的是非常糟。對。然後我們的台商在那邊來講，在川普2018年發動中美貿易戰的時候，第一波、第二波、第3波，能跑就跑了。而留在台灣很大，收購百貨在台灣是龍頭，就你在重慶活不下去了。是啊，他竟然他也活不下去，所以你在中国大陸來講，台商没有什麼太多利得，就算你有利得了，早就被陸商整個取代掉了。所以什麼意思呢？其實鄭麗文去這一趟。根本不是為了什麼台灣的經濟利益去的，這一趟利益就是迎合習近平的政治謀算。什麼叫政治謀算？其實對習近平來講，最大的問題就是台灣問題。他其實其他都不管，他甚至於討厭商人，他甚至於對商人來講，因為商人跟他官員都勾搭的。這種情況之下，我好不容易貪污反腐下去之後，結果呢？你看這幾年抓到都誰？抓到跟國民黨有很多關係的，以前江澤民體系的、胡錦濤體系的這些相關的這個所謂的官員、商人，然後整個抓起來的時候，發現他說裡面有很多國民黨人，所以現在很多國民黨，對，很多國民黨，很多在中國都被抓的很多人是國民黨人嘞，所以這什麼事情？鄭麗文去根本在經濟上面沒有辦法做到利得，但是為什麼他要用一個經濟的借口來掩蓋他的政治圖謀？所以現在呢，他去，然後。鄭麗文是用經濟利益沒有錯，那去了之後呢？習近平其實要的就是跟鄭麗文之間的政治上的一個結果，結盟，對不對？可是今天晚上講說，那對鄭麗文來講，他在台灣，你又把整個選舉搞砸了，那還能夠活嗎？但他不管台灣的選舉，他不管台灣選舉，他不管台灣選舉，他只要有一個。你說習近平現在已經不在乎台灣選舉，他不在乎台灣選舉，他只在乎台灣有沒有他的代言人。是，也就是說，他能夠直接叫得動，能夠直接命令的，而且能夠聽他的話的代言人，而其他的他其實不是他的眼界當中的事情。所以今天你要來跟我習近平談生意，要跟什麼呢？他不是。今天不是，今天國民黨去的目的其實就是跟共產黨之間在政治利得上面，他們想要得到這個東西。對，否則來講的話，你只要政治框架一框下去來講的話，台灣所跑不出去的，這個就是他們所要的東西。所以今天鄭麗文去，你看到說，大家在罵說你跟台商有什麼呢？你跟台灣的經濟有什麼貢獻？其實說真的，對他來講，對習近平來講，這根本就不是重點，重點就是說有一個台灣的。政黨的，而且是在野黨，而且是最大立法院的在野黨的這樣的一個領袖來跟我談，那這時候他想要講的東西，也不是對鄭麗文講的，他講的東西是對全世界、對川普講的。好，對，吳董，我今天聽到有個形容說，今天鄭麗文去中國有點半套馬戛爾尼的行程，也就是你要北上面聖，然後你今天就要做一些橋段，在南邊走一走，再到北邊去。北邊去以後，他剛剛講的一個關鍵點就是他有一句話哦。他說是王滬寧的邏輯，王滬寧以前曾經寫過要在美國反美國，他現在又把這一套放到台灣來。從這一次鄭麗文到上一次的國民黨主席去參訪，這次間隔了距離了10年的時間了。但10年中間發生什麼事情？10年的中間呢是民進黨執政哦，民進黨執政的情況之下，已經做了非常多的所謂的這種反滲透法的處理。跟相關的這些對所謂的匪諜的工作，就抓匪諜的工作做得非常非常多。而更重要的就是說，整個的兩岸交往的基礎整個基礎的理論已經開始改變了。我們的理論很簡單了，就是賴清德總統講的，也就是我昨天在這邊提到的，要以實力為基礎的為爭取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對。那如果這個理論如果確定的話，那是什麼基礎？就是很簡單嘛，就是購買武器嘛，對，然後我們的經濟建設嘛，就每一項都是要以對抗為基礎的態度出來了。那你現在10年之後才出現了一個鄭麗文，對，那你什麼時間才能夠變成一個更具有更大的這種話語權的力量？因為我最近看到了有一個段子，我覺得講得很有意思。他說：“你拿槍，我也拿槍，我們倆就可以坐下來談法律。
如果你拿刀，我拿刀，我們倆就可以坐下來談規則。如果你沒有拿東西，我也沒有拿東西，我們倆坐下來談道德。可是如果你有拿刀，我什麼都沒有，你去幹嘛？你講的就是真理。然後呢，如果你拿槍，我什麼都沒有，這代表什麼？代表你不但是拿把槍，你不是拿武器，你拿的是我的命。所以這個不是一個最基本原則，就是我也有實力啊。從今天的伊朗來講也是這樣啊。伊朗你沒有實力，你根本沒得談吶。應該這樣講啊，就台灣對這個在中美關係中間扮演這個角色哈，確實是一個關鍵的角色。美國沒有台灣的晶片的情況之下的話，它確實可以無法阻擋中國的科技的進步，這是不錯。但是如果中國大陸沒有台灣的晶片的話，它還有沒有存活的能力？還是有的啊，只要落後一點。那落後完了以後，真在軍事上來講的話，會產生這個不平衡的漢格嗎？會有，不是很大。你看到這一次的伊朗跟美國的戰爭的方式來講的話，那個兩個科技是不同的代疊的，但繼續打得那麼慘烈啊。對，所以軍事上是一件事。所以你剛剛提到一個台灣的重要性，就是變成我剛剛提到灰色的作戰，或者也就是中共所謂的統一作戰。這個統戰跟灰色作戰的概念是不一樣的。它是用滲透，它是用經濟，它是用各种非安全的議題而造成要達到它的目的。那美國懂不懂這個道理？懂啊，美國當然懂啊。美國在台灣的這個力量的這個投入也不遑多讓在亞洲的這個整個美國對這種所謂的情報的資源的投入可能是第一名的國家是在台灣這個你不要小看台灣的。你說他在台灣的滲透比你在日本、比你在韓國還要來深。他在台灣的布局，對反滲透或者進入下一步的情報工作的這種積累，因為它最重要的國家是哪個國家？中國。中國嘛，那當然所以它的情報工作的訓練也好，收集也好，包括人員的等等，當然最大的地方在哪裡？當然在台灣嘛，因為有語言的關係嘛，所以台灣對美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國家。那相对的，對你看的這次鄭麗文去是代表什麼？代表的。中國也想要打台灣牌，那打給誰看的？川普看，打給川普看的嘛。所以美中都要爭取台灣牌，這是一個已經存在的事實，但爭取的態度跟方式不一樣嘛。那個中共是兩面手法嘛，但美國是不一樣，美國是賣軍火嘛，做生意嘛。所以可是台灣的重要性，台灣被爭取的這個必要性，事實上是存在的。所以我們剛剛講到。當這個荷姆斯海峽危機告一段落的時候，這個台股大漲是歷史裡面第2大的漲點。可以說下個禮拜非常重要，因為下個禮拜有台積電的法說會，很多的重要的法說會都南亞科的法說會，這個對台灣的股票更明顯。是的，因為等到消息落定以後，大家就要來看基本面的變化了。而法說會就是一個重大的一個基本面的一個表態。禮拜一就開始是南亞科。我們把股票分成2個邏輯，第一個叫做強恆強，第二個叫弱轉強。而剛好南亞科跟台積電就代表了2個形態。南亞科是近來台股最弱的一檔股票，整個第一輪其實現在打第2隻腳，所以它能不能開始反弱為強，就看這次法說。而它搭配的是什麼？3月營收創新高，單季的獲利好得不得了。我們要知道，三星的大漲就是靠低潤，對，所以國際上的低潤如果都開始反彈的話，我認為記憶體族群很有可能就趁着下周一南亞科的反彈的勢，開始了弱轉強的格局。那至於強很強，記憶體也有可能上去了，對，就開始弱轉強，就是沉寂一段時間。是。那第二叫強很強，強很強最強当然是我们的這個市值王台積電啦，台積電也要再度挑戰新高的一個位置，它還要挑戰新高，2000元其實就是上一波的一個高點。我認為目前來看，大家考慮2件事。第一，現在的財報都是好的，因為匯率，我們知道我們的3月底的匯率比起12月的匯率條件非常好，所以會造成我們什麼？第一，本業的毛利率提升，因為我們是用美金報價的，所以我們的毛利率上升了。第二個，我們的匯率太好的，所以我們有業外的收入進來，所以這個獲利的狀況會不錯。台積電現在預估這個外資的說，毛利率會到65%啊，對，65%，這個是台積電竟然最傲人的一個數字啊。那另外一個，剛剛吳良也講了，有一件很重要的是什麼？設備股，因為台積電會公布什麼資本支出，所以可以看到台積電的設備股，而且這些小，剛剛提到了
有41家公司是千元，但如果你細細的品嘗，將近有一半都是台積電的設備股，所以由台積電現在已經開始進攻，強很強，就是由台積電這個梯隊帶領的小型設備股、帶領的轉型設備股或者帶領的特化材料股，這些都會是下周弱轉強、強很強的重要指標。所以說，台積電如果自己強，不是自己強，它是整個艦隊都往前帶。是啊，這鬼剛霸占一起往前走。所以我對我們來講，台積電的這一個神山，它不止它會創造不是神山，是群山效應，包括了這些設備耗材，我說過無數的這些高價股都會跟着他們一起匍匐前進。我都沒有想到台灣現在有這麼多家的千元股，而且漲的都是千元股啊！是的，因為什麼？第一個是籌碼面的關係，因為千元的股票一般的散戶比較難入手，所以反而讓這個強很強的局勢能夠提來。第二個，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57台每晚9點，寶傑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佈局。